你人生的分水岭是几岁呢？29，怎么说？因为明年就要30，对，身边的朋友都在可能往下一步做改变，对啊。我觉得30吧，真的感觉就是事业还有健康，我觉得都是一个分界点。40吧，之前还会想说，好像要再拼一点或怎么样，可是现在就会觉得说，只要你能够顾好自己。45岁之后，我去买东西，以前人家都叫我小姐，现在都叫我大姐，他就会说大姐借过。我觉得18岁吧，18岁之前都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但18岁之后就动不动就要过生日，动不动就母亲节。很可怕吗？为什么是？没有，突然想到，因为母亲节我都要包给我妈很多钱。30岁进前爱结婚，40岁进前爱买厝。虽然不确定这些数字有没有道理，但总觉得自己跟同龄人相比，成就太少了。脚步还没有站稳，下一辈的人又涌了上来。你有年纪的焦虑吗？本次哈哈台寻访各年龄的闲人，看看他们为了什么年岁而焦虑。首先，刚刚说自己18岁便开始包红包的美发业弟弟有惨痛的经验。开始领到薪水的时候开始包红包的，那时候就年轻不懂事，直接3万多就包出去。你一开始开太高了啦！对，你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生日也要包一包。对，这就是长大的醍醐味。我下个月要去澳洲做美发。30岁前是打工度假签的年纪上限，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也不想要等到我可能以后30岁、40、50以后，发现很后悔当初25岁自己没有去做这个决定，成功或者是失败，但是那个都不重要，重点是过程。所以我不想要让自己有人生后悔的感觉。那你现在有办法用英文就是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吗？I'm Tommy. I'm from Taiwan and I'm single for 5 years. I don't have any boyfriend, so just come to me. 长大了，不放弃任何脱单的机会。30而立，孔子说这个年纪要立身、立业、立家。但是2000多年前的一句话，是否还能够套用在现代的社会呢？这2位即将30的女子为此焦虑着。就是会觉得30岁前要存1桶金，但是现在又觉得已经45路要30岁，结果你现在连1桶金都没有，甚至连1桶金的一半都没有。可能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我开始会想到是要怎么照顾他们，就是会怕家人突然就怎么样啦。如果今天工作不稳定的话，他们突然出事了，我们这怎么办？我们要怎么照顾他们？那我们钱从哪里？经济上的考量，对经济上的考量，我都会跟他们说我过得很好，我觉得我过得不错，只是我没有办法回馈他们这样，然后所以会回去跟他们讲一下，就讲可能如果你们现在怎么了，我可能真的只能出人。我好早就在打预防针。无独有偶，刚出社会的新鲜人也有同样的烦恼。那你们有感觉到身体的素质在改变吗？有，你们才23、24而已。上班之后就觉得要吃叶黄素，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熬夜，就可能还是可以到可能1、2、3点，但隔天会死掉。就是下班之后就要马上回家。朋友如果要约的话，请约礼拜5点之后。假日的话，2天都出去就有点勉强，一定要留1天在家里面。然后礼拜天早上就开始焦虑，对 emo， 因为要上班。欢迎加入社畜的行列。我就很矛盾就是有时候会觉得新时代的年轻人不应该有这样的焦虑，但偶尔就看到以前的朋友就发一些很风光的现实动态，还是会觉得说完蛋了，我的户头里的钱是不是没有他多？24岁就买车了，那我是不是输了？就像他说的，如果别人发了什么 LV 的包，我就觉得说不需要，你要比就是永远比不完。妈妈会一直在旁边说你怎么放假就瘫软呢？人家都会有斜杠青年。以前就会觉得说，对我怎么懒，但最近就觉得没有，我就很累，没有情绪就不会被勒索，没有道德就不会被绑架。而身体的变化也是年龄增长的迹象。我是想说，在30岁之前至少要瘦下来。对，这个是你这是容貌焦虑，这不是年龄。因为容貌跟你的年龄就是息不可分啊。就是至少在走之前，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状况看起来是好的，至少让人家觉得说，干好可惜哦，我没有在他走之前跟他来一炮吧。我们巧遇在信义区工作完的次次跟迪克，我觉得过30有差，因为我以前就随便乱吃，然后还是可以很 fit。而现在他吃2天就会有点囤积。那你现在会担心未来吗？我一定好好健身。我觉得他们要先担心的是他到底能不能在32岁继续当偶像歌手。
为了跳舞，为了音乐，我 OK。热爱这个东西就是必须要付出一切。但我们刚刚讨论一件事情是，那观众会买单，因为彼此伤了。我觉得26岁就是要让自己现在赶快把身材练起来，你才不会到27岁的时候在交友市场发现没人要。我从22岁就有这个深刻体会到现在，我真的从22岁开始都用就是按摩的方式在找寻我的快乐。小姐，这期街访不是真心话大冒险呢。但相对的，面对这些成长困境，有人选择躺平。距离30岁只剩下7年，有在做什么样的规划吗？就是好像也没有，就是慢慢的吧。因为你挣扎也没有用，你要做出改变，它才有用嘛。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很喜欢改变我自己的人，然后我就会自己在那边焦虑，所以就焦虑个1个月，然后就想算了，我放弃了。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能躺平就躺平吧。我觉得这世界对现代人太不友好了。但这位保险业务员就非常的积极，就是32岁结婚，然后35岁成立通讯处，40岁的时候要就是让北漂上来的伙伴们至少要就是大概100位，要年薪破100。你的目标这么明确？对，就是我想要工作到65岁，但是因为我们可以兼职到80。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就是我会去看一些 IG 的或一些激励的影片，再来就是找如何抒发压力之外再激励自己。那你最近一次看电影或唱歌是什么时候？很久了，去年的事了。你在这里，你做这一行不会因为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外形靓丽啊，来拉拢一些客人。以前会这样想，但是我觉得会喜欢你的客户一定都是喜欢你这个人，而不是因为你的外表。都说到外表了，但身为皮肤科医师，其实也会有年纪焦虑。医生之间会比较吗？医生比什么嘛？就是发了一个 paper。对啊，你真的太了解医师了。对，说哇塞，怎么发在这个就是期刊分数这么高的期刊？或是有那种就是我之前写的主题，然后有人发的很类似的，已经发出来了。不止这样，就是我们专业医师都是要表演嘛，对不对？就是忘年会啊。我们都不用表演这种东西啊！好难过啊，走了。就是医生界的潜规则。对啊，值班完之后说，我们可能就是在对礼拜天大家没有值班的时候，我们就那个楼梯间见哦，然后还要学那个威力导演剪影片啊、剪音乐什么的啊。现在大概只有超商的店员能跟医师比多功了。既然都请到皮肤科医师了，各个年纪会遇到的皮肤问题一次帮你解答。女人最大。痘痘肌不适合上保养品，因为太滋润了，可能会长更多的痘痘。对，痘痘肌的人通常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对，但是保湿也是很重要，因为你皮肤会有角质，如果你都没有给它水分去保水和锁水的话，那其实干燥皮肤它更容易会发炎。保湿还是要做，只是你可以选择相对质地比较清爽的产品啦。那像这个呢，就是雅漾目前新推出的雅漾极致。我变成台湾那现在雅漾它就推出了这个新的这个焕肤精粹，它里面含有就是乳酸、琥珀酸，它呢都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一个酸类，那也是这个雅漾他们一个专利的一个成分这样子。我们走的是一个长期的保养，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剧烈的焕肤。对，那我们其实在皮肤在做代谢或者我们不希望造成皮肤过于强烈的发炎反应，我们要启动它代谢的过程。因为我有这样算，对，我有时候觉得如果我这次抹下去，我不会感到有红红痛痛的话，对，这就没有效。你这个想法很糟糕。千万不要，因为真的很多人会有像你一样，就说没关系，我每天2次3次，只有3餐擦弄掉，对，这样擦硫酸算了。会开始会有一些人会有开始过敏脱皮，就有一些像是刺激性接触性皮肤炎的状况就出来了，所以千万不要。有时候在做一些酸类的保养的时候，你有一些些微的刺激感是正常的，但如果它就是延续性，而且越来越红、越来越脱屑严重的话，那个部分可能就是不管是浓度，也有可能是产品的选用，或是你当时的肤况不适合，休息大概2周以上，然后再开始慢慢的用回自己的保养的产品。其实在一个我们皮脂腺发育比较成熟的时候，大概也是在青少年之后啦。这个温和的酸类的话，它主要是希望可以温和的去协助代谢角质，还有调理皮脂的部分，所以其实各大龄层大概都相对是适用的。雅漾极效多重酸焕肤精粹，专利双重酸唤醒你的抛光肌，1滴双效控油间角质代谢，毛孔有感紧致。虽然大家都在抗老，但这位香港的歌手对于外表年纪小而烦恼。我一直都年龄焦虑，从18岁开始，因为我声音就是
儿童的声音，嗲嗲的嘛。对，所以没有说服力。现在30都没有说服力，没有人相信我说的话，他们觉得我在开玩笑啊。我就一直很想变老啊，我觉得活着就好了。香港人就是很多抑郁症的，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健康。胖胖的就很好了。以前太瘦，因为演艺圈要很瘦很瘦，所以我就30岁前没有吃饱过。年龄是你的很珍贵的东西，就你的人有历练，然后成熟了，就是你要跳出自己的框框，才知道自己可以拥有更多，就不要怕失去啊。就你觉得我失去了青春，也没什么好惋惜的地方，没有好遗憾的地方，而且会活得越来越漂亮的。我觉得年龄是很漂亮的东西。那你现在有觉得你有越来越漂亮？对，我有胖了，我好开心哦。找到继续吃的理由了。步入婚姻也是年龄增长会遇到的关卡，这对刚出社会的情侣早有规划。你有什么目标吗？买房子。你有给自己设一个几岁要买房子的目标吗？30岁。为什么是30岁？因为在那时候可能准备要结婚。哦，你想要在30岁前结婚？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女朋友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但你们觉得男女生的年龄焦虑会不一样吗？我觉得会耶，因为男生就是越老越有价值嘛。为什么？电影们都这样子演的。电影通常那种董事长们不是都是比较年长吗？女生的话，如果有结婚有家庭的话，都会以家庭先为主的感觉。那如果跨过这坎的话，好像就可以比较往上。就如果他真的没有结婚生小孩的话，不能都要吗？因为男生好像都可以都要。对我来说，都要有点难，没办法一心二用。对。但这位姐姐是这么想的。可以问一下你大概几岁吗？38。你觉得你这个年纪会有年龄焦虑吗？我本身。比较对年龄是没什么焦虑，而且我反而年纪越大越享受自己的生活。因为我很接受每一个年纪的样子，因为人就是会年纪变大，我们只是需要学习，就是优雅的变老，接受它，就是接受它就好了。女生要28到32的时候，其实会有年龄焦虑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大部分传统的框架会觉得女生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找个对象结婚啦。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时空里头，每个人的步骤都是不同的。你首先是要先把你自己的状态照顾好，你再真的准备好再进去这样的关系，其实对关系来说才是比较健康的。而粉姨姐认为的人生分水岭是，我觉得35岁之后对现代的女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你自己过去是如何照顾自己的，会显化在你后来35岁的样子。如果你35岁之前，你是一个比较熬夜，然后喝酒，你没有去抑制这个东西，然后去不断的让自己处在这种状态，然后你看了很多可能对你来说没有好处的可能视频，然后混混沌沌的过了35岁，那基本上35岁你大概就会开始很焦虑，然后长得也很混沌，连长相都会有，长相绝对会影响你观察。なるほど。我今年的确在做一个渣女的研究，是我就跟大家说我是渣女，然后我就是 dating 非常多的男生。dating 不代表渣啊，渣女只是一个角色。其实我想要用渣女这个视角去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女生亚洲女孩子，其实 dating 很多人，你只要不欺骗人家的感情，其实同时认识很多人是正常的。我那时候第1个月执行的时候，我一次 dating 7个，然后1周每个都只见2次面。好忙哦！不忙，我时间规划的挺好的，他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的，我超快乐。真时间管理大师。最后，刚刚这位50岁的姐姐分享她目前的烦恼。生完小孩会有点脑雾会忘记钥匙啊。你生完小孩之后，你有印象你大概丢了几次钥匙？可能1个月会丢1次吧。骗人，怎么可能？然后还有密码，现在密码是超多，然后又要更新，然后还要叫你大小姐要分什么？对，密码是我的最焦虑。你没有一个记密码的方式吗？你有没有什么小撇步？比方说记我的生日啊，那也太容易被猜出来了吧？她要分享45岁后的世界。我现在就老花眼，所以你一开始真的会不想要让大家发现你有老花眼？会啊。比方说点菜的时候，不想让自己觉得跟别人不一样，是有老花眼，就会跟别人讲说，我跟隔壁的一样。尤其是你去居酒屋的时候，那个灯非常的灰暗。你觉得你那个突然那个能接受的那个点是什么？你怎么突然就好像没去戴老花眼镜？
我想要吃我自己点的。而对于年龄的增长，他也有很多的感触。我们是年轻人的时候可以享受错误，但是如果我们年纪大了，就不能够享受这种错误。你觉得到几岁以后不能享受错误？应该40岁以后都不行了吧？比方说结婚好了，嫁错了，比方说你年纪小去结婚，好像还可以允许，然后年纪大了再可能就会默默的离婚吧，就是这个道理吧。那你最近有在考虑这件事情吗？没有，我早就离婚了。原来早就认错了。身为过来人，他有话要对还没有30岁的各位说：焦虑没有用，焦虑不能解决问题。可是焦虑就是一个没办法控制啊。我觉得躺平很好啊，躺平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就躺平就好了。结论：躺平赞。你觉得你会焦虑60岁吗？大家会歧视老人，就是嫌他们动作慢啊。然后现在的那个以后是 AI， 那也怕不会使用啊。你是要自拍吗？还是要帮你拍？我喂进去吗？是吗？对啊。哎，你好像一起好了。好，一起。你好像没有按到。等一下，你是？你还是要这个？好，捕捉到那个3C 的部分。好，有5秒钟。好，这样有吗？最后来个残忍的比赛，哈哈台第1届肤质大赛 ，start！ 女人偶最大。那你看到那个皮肤很好的人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忍不住说：“哦，这人皮肤很好。”会啊，我觉得走过去还就是，我觉得你皮肤很好。那你等下可以走一圈我们的办公室看谁皮肤。就走，可以吗？好，等下就去绕境嘛。皮肤科妈祖。走。我觉得大美女皮肤是蛮好的。我觉得是纳豆。哦，对，她只是看起来老，但是她皮肤蛮好的。她最近皮肤蛮好。对啊，因为她不错啊。她有吃 A 酸。哦，有吃 A 酸，有药。对，现在目前在保养中。好好讲话，好好讲。其实也不错。大皮肤蛮好。哎，对啊。哦，也很好。我觉得她皮肤也蛮好。对啊，皮肤也蛮好，毛孔很细，毛孔很细。对，不错。纳豆。我要先讲，我昨天睡不好。是混合脂吧，但是你真的是，就是也蛮亮的，可以。哎，突然觉得哈台大的皮肤好像都不错。其实蛮好的。对啊。这位是那个祝凡刚。对，你知道吗？183可太吧？对啊。你真的是祝凡刚。这边防要小心，你要小心紫外线。哎，纳豆这个皮肤不错哎。纳豆是第1名吗？那他应该第2名。第1名是谁？大美女很好哎。对，毛孔很胶原蛋白其实也很充。对。恭喜大美女！想要变得跟纳豆一样要高 V 的，雅漾绩效多重3焕肤精粹，千万不能错过。因为其实台湾之前也有遇过有一些场地可能接地可能没有做好，所以会有很多漏电状况。像以前也有漏电，大正也有一次，大正被触电，对，你说唱到一半就整个人就倒下了，对，倒下在观众面前，哇，这图有点帅，这应该会上新闻吧？有点帅，很酷啊，对，很酷，但是很危险。那个帅度是让我现场以为哇这么嗨啊，哇，嗨到倒地呀！共同金版 Podcast 的完整版，请上各大平台搜寻哈哈日记。太。